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26期。随着时间来到红白机生命的中期，卡带的容量都逐渐提升上来了。前面的几期节目里，好几个游戏都用的大容量卡带，这种配置往后会越来越多，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，后面介绍游戏的时候就不再单独拿出来说明了。今天要一起来回顾1987年9月发售的作品《阿拉伯之梦》，由文化大脑开发和发行的一款动作 RPG 游戏。之前介绍过2部和这家公司相关的作品，《超级中国拳》和《飞龙之拳：奥义之书》。这部《阿拉伯之梦》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，2个版本有些许差异。后发行的美版一些 BGM 做了替换，命令选择方式有调整，同时为了降低难度，修改了一些系统的设定。邪恶的法师萨巴兰打破了大魔神戈尔戈拉的封印，企图统治和平的阿拉伯，试图阻止萨巴兰的公主拉沙德也被绑架了。传奇巫师伊斯法的后裔想要拯救被绑架的公主，但被击败并送往遥远的时空，失去了记忆和力量。他必须穿越时空，探索阿拉伯世界，找回记忆并打败萨巴兰。游戏一开始，时间之魂科隆纳会询问你的职业，有战士、魔法师和圣人。不同的职业仅仅影响使用不同装备的熟练度，并不影响人物的参数。战士增加剑的性能，并且使用时产生特殊的效果；巫师提升法杖的性能；圣人提升盾牌和鞋子的效果。后期还可以到清真寺更换职业。除了一些常规的 RPG 设定，如在城镇对话、住宿和购买装备道具、野外打怪获得经验值升级这些。战斗有2种类型，通常是直接在大地图上进行即时战斗，把身上的武器或者道具设置在 A、B 2个按键上使用，没有分配的按钮会变成跳跃。剑是近战，法杖为远程攻击。除了获得经验值，敌人还可能掉落金钱和物品。在特定的一些区域会触发第2种战斗方式，切换成 RPG 类型的战斗画面，使用指令进行回合制战斗。在这里设置让同伴登场，最多2人，如招募了雇佣兵也可以登场。达成某些条件可以组成魔法阵型，有效的阵型有 buff 加成，如攻击力翻倍等效果。这些阵型要通过特定的城镇的魔法大学付费学习，有些较强的敌人也能使用阵型魔法。刚提到的队友也是本作的特色，一开始的科隆纳外形像一只小猫，就是第一个队友。随着游戏的进程，陆续有12名队友加入，都有自己的特殊技能或者辅助能力，也能在城镇的佣兵所招募雇佣兵战斗。游戏流程分成5个部分，每个部分都要救出一个皇室成员。前4个部分是公主的3个姐妹和她的父亲，最后是公主。每个部分都要完成过去和未来不同的世界，通过时空之门来回穿越，然后在宫殿找到并消灭该区域的 BOSS。 本作以虚构的阿拉伯为背景，结合1001夜的故事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2种战斗形式结合，平衡性不错。队友各具特色，精良的视觉效果，有些 NPC 对话时还专门制作了特写图形，配合上 BGM 把阿拉伯风情体现得很到位。也有一些缺点，和很多早期的 RPG 游戏一样，缺少解谜和提示线索，难度不是线性的，忽高忽低，中间部分难度最大，这也导致了玩到后面乐趣下降。系统方面，旅行很麻烦，缺少一些快速旅行的工具，大量跑图浪费时间，货币的供给极度不平衡。各个元素虽然丰富，但开发的都不算深入，整体看来还算不上大作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红白机名作童话《新轨道前篇》，这是任天堂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款文字冒险类游戏，也是他首款该类型的作品。看游戏的名字，有前篇就还有后篇。因为容量的原因，游戏内容被分成了2张磁盘，后篇在同一个月的月底发布，一会儿就会讲到。游戏的形式有些像分章节讲故事的视觉小说，当时大部分文字冒险游戏都是侦探或者科幻的题材，而这座是以多个日本民间的故事为题材。2张磁盘共有9个章节，前篇是前4个章节，系统上和大部分同类游戏一样，是常规的指令操作。稍有不同的是，为了适应民间故事的氛围，指令操作在下方的卷轴上用平假名垂直书写。第1章大致讲的是很久之前深山的一个小村庄里，一对老夫妇梦到要生孩子，
老人修剪草坪时，从一根发光的竹子里出现了女孩。老妇人在河边洗衣服时找到了一个男孩。从第2章的故事开始，2个孩子长到8岁，恶魔在西都肆虐并偷走了人们的灵魂，村子也未能幸免。爷爷和奶奶的灵魂被夺走，克服了悲痛，2个孩子踏上拯救老人的冒险之旅。从这里开始，主角就变成了这对孩子，主要的玩法也就是随着故事的推进，用指令操作和解谜。稍微特殊的是，可以在男女小孩之间切换，对话和内容也会随之改变，能以不同的方式推进故事，通过一条主脉络把不同的民间故事串在一起。这部作品在日本被认为是红白机上最好的文字冒险作品。游戏用一种温馨的方式讲述故事，前期的氛围多是轻松并且带有搞笑的色彩，随着往后发展逐渐变得严肃。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应该是很受日本人喜爱的。每个章节都是独有的 BGM， 配合该章节的故事有很强的沉浸感。因为是2张磁碟才算完整的游戏内容，评价就等到后篇内容讲完再来说。洛伊德中央大陆之战，由东芝 EMI 发行的 RPG 游戏。80年代中后期，日本受泡沫经济的影响，同时红白机势头正热，一些其他行业的公司都想参与进来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很多玩具形象都做成了游戏，既可以卖游戏赚钱，还能为玩具做宣传。之前的变形金刚就是个例子。洛伊德是 Tomy 多美的玩具系列，主要是人类驾驶不同类型的机械恐龙或动物，搭配不同的武器系统。故事背景设定是在赫里克共和国，除了首都和附近的一座堡垒，整个大陆都被泽内巴斯帝国占领，而且帝国正在建造更多的巨型洛伊德准备进攻。玩家扮演共和国的一名士兵哥杜拉斯，因与基地失联被派出进行调查。在探索时，和常规的 RPG 游戏类战斗画面，先会有一个准备画面，图形显示敌人的类型，通过指令选择战斗机甲和使用一些物品，然后开始战斗。进入战斗后变成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，左右方向键移动屏幕， A、B 2个按键发射不同的武器。战斗实际上没有技巧，大部分情况取决于敌人和主角的相对位置，有很多运气的成分。消灭敌人获得金钱和经验，人物的等级以军衔体现，更高的军衔驾驶的机甲数值会更强。由于物价很不合理，得注意避免战斗中损伤过多，要不然挣的钱都不够修理的费用。由于背景设定是机械的世界，没有所谓的魔法，所有的回复都要到城镇或堡垒维修或使用物品。大致流程就是穿越中央大陆不断行进，沿途解放被帝国占领的城市，开辟道路后再前往下个城市。作品中的机甲大致有20来种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个重点宣传机甲玩具的游戏做成 RPG 的类型。整个故事缺少事件，战斗毫无平衡性可言，也缺乏乐趣，而且节奏缓慢。不过据说当年凭借巨大的机甲图形加上详细的参数，还是有很多的粉丝愿意买单。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，个人评价2颗星。数码恶魔物语女神转生，著名的女神转生系列第一作由阿特拉斯开发，南梦宫发行。当时的阿特拉斯基本上还都只做开发，这个系列的前2作都是南梦宫发行的，直到第3部真女神转生才由阿特拉斯自己发行。本作是根据日本作家西谷史科幻小说《数字恶魔物语》改编。另外，日本通信网络在阿特拉斯的协助下发行了一个电脑端的版本，但和红白机上的这座是2个不同的游戏。拥有天才编程技能的高中生中岛朱实开发出恶魔召唤程序，起初只是为了报复伤害他的学生，但召唤的魔王洛基和赛特无视中岛的命令，开始攻击周围的人类。中岛本人也处于危险之中，转学生白鹿公子救了他，而且公子是日本创世女神伊邪那美的转世，而中岛则是她的丈夫伊邪那岐神的转世。在魔界，大魔王路西法建造了一座恶魔宫殿，囚禁了伊邪那美神，并复活了被击败的洛基和赛特，于是2人开始了新的战斗。游戏类型是 RPG， 本质上是基于巫术系列的一款第一人称 3D 地牢游戏，但因为加入了恶魔系统而变得特别。开始可以给2个主角人物自由加点，
5项属性分别是力量、智慧、攻击、敏捷和运气。两人获得经验值升级后，点数也能自由分配。中岛是所谓的英雄类型，可以装备强大的盔甲。公子的装备较差，但他善用魔法，主要是治疗和辅助。恶魔的类型还有幻兽、妖精、鬼神这些小的分类。在随机御敌战斗时，会出现阵营中立或邪恶的恶魔。中立属性的可以谈判招募，最多招募储存7个恶魔，战斗中最多派出3个恶魔。召唤恶魔需要花钱，行动时还会消耗被称为生物磁铁矿的资源。恶魔不能升级，但可以通过合体创造出更强大的新恶魔。战斗时还有一个自动战斗的系统，如果使用会重复普通攻击直到战斗结束。整个大魔宫地牢分成6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一个魔王 BOSS 镇守。屏幕的左上角显示月龄，从新月到满月，每走一定的步数，它就会在9个阶段中变化。月龄也会影响敌人的实力、与恶魔谈判的成功率以及一些事件。女神转生这个系列相比最终幻想和勇者斗恶龙这2大日式 RPG， 早年因为题材和世界观的原因，没有被欧美玩家普遍接受，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第一作就奠定了基础玩法。本作的 BGM 质量很高，图形、恶魔的设计都很不错。缺点是迷宫的构造难度较大，对地牢游戏经验不足的玩家不够友好。系统整体上还比较粗糙，有些恶魔在数值上平衡性不佳，道具物品不足，装备系统也有些缺陷。翻米通给这作打了31分银殿堂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特种部队由东映动画发行的一款冒险角色扮演游戏。首先要说，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熟悉的那部动画片。游戏原名 SWAT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特殊武器和战术，指的是警察里的特殊队伍。我觉得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反恐特警组，或者类似香港的飞虎队。一群恐怖分子占领了一栋大楼，并劫持了几十名人质。玩家扮演特警队的队长，要在24小时内指挥5名队员压制恐怖分子，占领建筑和救出人质。一开始输入姓名，然后选择决定以什么方式进入大楼，强攻前门、突袭紧急出口或者溜进通道。游戏界面为传统的冒险游戏方式，第一人称视角，右侧显示一列操作指令，可以查看周围的情况、搜索、探听、移除陷阱和敌方设备、开门突破房间。使用物品包括无线电联络、武器查看和配置队员的武器装备，还可以编辑队形以便更合理的战斗。最后一个指令是查看队员的参数状态，当遭遇敌人后会切换到战斗画面，同时换成另一种指令菜单。这里要给每一个队员分别下达命令，选1名队员，然后选择攻击、火力掩护、自我防御或者使用道具。如果是选了攻击，然后是选择攻击的目标部位，再确认指令。按这种方式依次给5名队员设置好指令，就会开始战斗。打倒敌人后继续攻击会将对方打死，但如果战斗结束，打倒的敌人可以抓住进行审问。按照这样的游戏流程，在大楼内逐层清理恐怖分子，每层类似一个关卡。这部作品采用了文字冒险的形式进行反恐作战，选择某些指令还会有子菜单，系统显得很复杂，但我研究了半天没有发现使用不同选项的意义，它和触发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，而且战斗模式也没有看出它哪里有意思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探险家斯皮兰卡2勇者的挑战也有被翻译成地底探险2。红白机上的初代是1985年12月，在第8期节目里有介绍过。为了和之前也介绍过的另一款同名的地底探险区分开来，这里我还是用探险家斯皮兰卡的直译名。这座斯皮兰卡2勇者的挑战是针对红白机单独开发的，只发行了日版。另外在街机上也发布了一款斯皮兰卡2，但那是另一个不同的游戏。和初代的动作解谜不同，红白机上的这款续作虽然有解谜的元素，但基本属于动作游戏。玩家控制一个寻宝者，在已经被恶魔占领的仙境中寻找宝藏。一开始从3个角色中选择，分别是探险家、超能力者和圣职者。他们的最大生命、攻击方式和携带的物品都不相同。游戏以横版的形式进行，但有的场景中有分岔路或者通往地下的楼梯，
在路口按方向键上或者下进入并切换场景。每个人物初始就有几种攻击手段，包括近战和远程。使用物品和切换攻击方式都是通过按下选择键在画面底部操作。正常情况下，画面下方第一条是生命值，第二条表示道德水平。通过消灭不同的敌人，道德值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如果玩家掉入洞里，会下地狱见阎王，消耗一定的道德值可以返回，如果数值不够，游戏直接结束。流程分为3个世界，目的是要找到并消灭 BOSS， 获得水晶球。因为是有很多岔路的巨大场景，需要在一些地方来回探索，沿途可以获得一些很有用的道具，有些对付特定的敌人很有用，例如十字架能克制僵尸类的敌人。有一个和前作类似的设计，找到不同颜色的钥匙可以打开对应不同的门，打开门之后通常是进入新的区域。另外一些陷阱的设计也和初代类似，通关后最终道德值的水平会影响结局。这部作品开始的3个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，用起来也是不同的方法，算是一大亮点。在关卡内容的设计上很充实，有多路线的探索，特殊物品也有各自的功效，找钥匙开门、躲避陷阱和平台跳跃，这些内容合理的结合在了一起。动作元素和操作手感不算坏，但也谈不上优秀，音画水平很一般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大相扑，特库摩发行的一款相扑游戏，这也是红白机上首款该类型的游戏。游玩的目标是要最终晋级横纲，并保持连续优胜。进入游戏后能用汉字编辑姓名，不过可选的字数很少。开始是一名新人，要通过不断的比赛提升自己的排位和头衔，即使输了排位也不会下降。进入比赛后，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，在合适的距离连按 A 键使用推手。两人接近后会自动进入抓持的状态，在这个状态下按 A 键用掌击打对方的面部， A 结合方向键推掌。蓄力状态下组合按键有更强烈的技能， B 键脚踢对方的下盘， B 结合不同的方向键使出几种投技。画面下方显示双方的体力值，通过不断消耗对方的体力，同时增加自己的体力，到达一定值的时候体力槽会闪烁，此时发动决定技击败对手。另外人物还有必杀技，如果用出来会有搞笑的画面，包括扒掉对手的底裤这样的操作。不过发动有前置条件，通常在前面需要有连招。获得一定场次胜利，人物会升级，最大的体力值也会增加，更容易发动各项技能。此外，不同的选手也有自己的特点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。游戏还支持2人游玩。由于相扑在日本的特殊地位，本作推出后就大受欢迎，同时各大媒体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游戏很好地体现了该运动的特点。对战时的节奏很快，排位赛的难度从易到难，到了后面需要讲究技巧，用击打的方式压制对手，抓持状态下的操作需要提前预判，把握好发动的时机。因为我对相扑运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，只能把它单纯当做一个动作格斗游戏来玩，虽然有不错的游戏性，但也没有太特别的感觉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生化战士丹，由阿特拉斯开发，杰利可发行的一款横版动作游戏，只发行了日版卡带，本来准备发行欧版，但取消了计划。后来非官方的英文版很受欧美玩家的欢迎。公元2081年，地球被一种名为 Increaser 的外星超级生命体接管，如果继续任由它繁殖下去，地球将会毁灭。人类决定给一个名叫丹的年轻人使用生物技术进行改造，让他穿越回到1999年，阻止那时外星生物的入侵。游戏采用了传统的横版动作模式， A 键跳跃， B 键攻击。开始只有一把小刀，游戏里被称为热刀，人物可以趴下并做出攻击动作，但要按上键才会恢复战力。消灭敌人会掉落带有字母 E 的能量球，每个增加10点能量，数字显示在画面的右上方。除了初始的小刀之外，后面获得的武器使用时会消耗能量，同时它也是货币用于购买物品，最高储存999。能量下方的 MV 也有一个数值，它表示每关 BOSS 的血量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加，增加到999，主角直接挂掉，所以也是时间的限制。而且 BOSS 随着生命值的增加，
到达特定的某几个阶段会进化，拥有更多的攻击手段，所以在关卡里尽快找到 BOSS， 将其消灭是很必要的。游戏另一大特色是武器，除了一开始的热刀，随着关卡的推进，还有蜘蛛枪、智能炸弹、雷霆剑等总共7种武器，都各有特点，需要合理的运用，使用时消耗能量。另外，包括热刀在内的4种武器可以2次强化，强化后攻击方式升级。除了武器外，还有几种道具，护目镜扫描能看清黑暗中的场景，屏障让伤害减半，喷气鞋提高移动速度等等。场景里的门都可以进入，进入后有的是发生剧情，获得武器或者获得能量，还有的是故意设计的插科打诨的搞笑桥段，如见到宿屋的小姐姐会换上桑拿服住宿，见到一个变种人的房东和他进行相扑比赛，快速按键获胜可以获得额外的能量。还有很多地方的人物打扮、对话内容，过关后的过场演出都加入了故意搞笑的元素。总共5个关卡加上最终的 BOSS 战，前面的关卡更接近线性的，后面的关卡是多路线，不同的路线都能来到 BOSS 的所在处，但花的时间有长有短，也会导致 BOSS 的血量和难度不一样。这款游戏在第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让人想玩的类型，画质和音乐的水平不错，不过操作上差了些，人物动作比较僵硬，尤其是跳跃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达到不能玩的程度，但在一开始只有小刀作为武器，想要跳起来打中敌人很困难，同时也影响在上方的平台移动。关卡设计总体还过得去，不过有些隐藏的房间或隐藏的路线和普通的窗户背景长得一样，不走过去试一下是没法分辨的，而且有些隐藏内容还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故意插入搞笑桥段的设计褒贬不一，整体看起来还是属于可玩之作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时空门，按日版的名字直接翻译应该是星际之门，美版名叫防御者2。原版是街机游戏，1981年由威廉姆斯电子发布第1代的防御者，紧接着在街机上发布续作星际之门，有的端口也叫防御者2，不同的名字也是版权的原因。从画面就能看出这是一款非常原始的游戏，红白机的移植版在玩法上和街机有些不同，做了很多简化。在横版的场景里，玩家控制飞机可以左右移动，画面也会跟着向左或向右卷动，持续按住方向键实现加速，一直朝一个方向飞，画面会循环。整个版面也没有多大，可以发射子弹或者使用有限数量的闪光全灭屏幕中的敌人。玩法是要保护地面上的地球人不被外星人抓走，敌人当中有一种绿色的着陆器专门负责抓人，抓到后缓缓升空，这时打爆着陆器救下人员有加分，根据高度不同获得的分数也不一样，但仅仅消灭着陆器不救人，一会儿人就会掉下去摔死，也不能用子弹射击人类，玩家的生命用尽或者人类全部消失，游戏就会结束。画面顶部有一个雷达可以确认敌人的位置，屏幕中间有一个方形，就是时空之门，进入后能传送到被捕捉人类就近的位置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躲避敌人，清除屏幕上的一波敌人，就算是应对了这波攻击过关。然后按这个方式关卡一直重复，敌人会越来越难。这款游戏在红白机早期登陆还说得过去，到了1987年再搬上来就完全没有竞争力了。对于这种很原始但玩法经典的作品，过了几十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它，可以用一种欣赏古董的眼光来审视，但放在1987年它还算不上古董，而只是一款过气的游戏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仅出洋界名人的实战麻将，卡普空推出了一款麻将游戏，这已经是红白机上的第6款麻将游戏了，但这也只是个开始，大家可以猜猜 FC 上总共有多少款麻将游戏。不要小看了这部作品，它不但在红白机上有一款续作，还在后来的10几年时间里陆续有作品发布。井出洋介是日本的职业麻将选手，也曾经是几个麻将协会的代表。1985年到1987年连续3年获得麻将名人。这款游戏发售时他的势头正热，之后也是多次获奖。本作还需要专门配备的外设控制器，用类似街机麻将的方式游玩。进入画面后有3种模式，第一种实战麻将，
这个模式下可以设置规则，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地方性规则和次要规则。在起手牌不好的情况下，还能重新再配一次牌。第二种名人战模式，这是一个巡回赛，不断获胜赢得 B 级联赛和 A 级联赛，最后在决赛中和景出洋界对决。第三个实战问题，这个模式下有总共200多道题目，同样要使用控制器操作。这款麻将游戏的特点就是有名人代言，加上专用控制器，再就是问题模式下内容比较多，适合新手学习。但这还是一款2人麻将而非4人，同时不能使用手柄操作。游戏评价2颗星。僵尸小子2，思考兔子开发，泰东发行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。游戏内容是基于1986年的台湾电影《僵尸小子》，这是一个系列电影，但在这款游戏推出时，电影只出了1部。之所以游戏的名字里有个2，是因为游戏的故事为原创，发生的时间在电影故事情节之后。电影讲述了女孩甜甜和爷爷一起生活在亦庄，因为用酒法送女鬼兰姬至另一个空间，却意外惊动了灵界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冒险故事。游戏里的故事是甜甜无意间触发了封印，灵界的门再次打开，大恶灵及其追随者飞出并偷走了爷爷的法器。和甜甜一起的4个孩子有3个被抓走了，只有1个逃脱。游戏一开始选择玩家1或玩家2，这个选项相当于2个保存进度的栏位，从4个孩子选择1个。甜甜和爷爷在这里只是配角 NPC， 在地图上移动时以俯视视角呈现，类似 RPG 的形式。进入建筑内又类似文字冒险的玩法，通过指令操作、执行对话、搜索等内容。当遇到僵尸或者进入灵界时，会切换成横版画面。由于这整个的流程提示非常少，也没有太多事件，街上的一些人物出现很多时候也是随机的，对话大多没有什么意义，基本上要靠自己摸索。实际情况是，如果没有攻略，不太可能有进展。概括来说，目标是要先追回在寺庙中被偷走的法器，然后前往灵界击败 BOSS。 先在镇子里的几个房间通过文字指令获得几个物品，拿到重要的通行证，给到守卫开启后面的区域。在横版场景里操作 A 和 B 键分别是出拳和出腿攻击，方向键上跳跃。消灭僵尸可以增加幸运值，就是画面的右上方最下面的一行。打倒的僵尸还能换钱，如果把幸运值刷满，就能在房间里偷东西不被抓住。在服装店偷个服装，化妆成僵尸，形象也随之改变。再次进入横版部分，右上方攻击力会提升，然后去几个特定的地点收集几个护身符，完成后进入灵界。之前可以准备一些回血药品和食物，有4个不同的灵界区域，位于镇子的4个角，逐一将它们清理，最后进入大灵界，消灭最终 BOSS。 如果要看到真结局，得把4个不同的人物按以上的模式都通关一遍。这款游戏的角色扮演、文字冒险和横版动作3种混合模式，没有一种是做得合格的。没有事件，没有提示的解谜，糟糕的战斗，唯一的记忆点是从一开始就不停重复的背景音乐，很有魔性。个人评价1星半。沙罗曼蛇，科乐美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，最早是1986年发布的街机版，然后在多个平台移植。红白机上先后发行了日、美、欧3个版本，日版和欧版的游戏名是沙罗曼蛇，美版游戏名 Life Force。 这款游戏算是宇宙巡航机的一个衍生作品，严格来说不属于宇宙巡航机的续作或者外传，但因为在红白机上正统的宇宙巡航机2代只发行了日版，而这里的 NES 版 Life Force 当年在北美就以宇宙巡航机续作的名义发布。当时的这作和宇宙巡航机很大的一个区别，就是有双人同时游戏的模式，也有经典的武器升级系统，通过击毁一个编队或红色的敌人获得能量胶囊，画面下方对应的槽位就会被点亮，每获得一个能量胶囊，亮点就会前进一格。第一格增加速度，可以多段升级；第二格增加导弹，有2段升级；第3格升级波纹激光，这个设计后来也加到了宇宙巡航机的续作里。第4格是穿透激光，主武器的2段升级，第2段增加发射的速度。第5格增加分身，红白机版最多3个分身。第6格增加防御屏障，
总共有6个关卡，奇数关卡是横版设计的类型，偶数关卡为纵向版面。每关末尾都有一个特点鲜明的 BOSS。作为老4强游戏之一，这部作品绝大部分玩家都是熟悉的。游戏的素质方面，如果只放在红白机的平台上，和初代宇宙巡航机比较，素质要更高，在画质上更加出众。每关的 BOSS 战也有特点，音乐依然优秀。如果作为街机的移植版来比较，关卡上有些调整和修改。FC 版6个关卡分别是细胞1、火山、高密度能源、细胞2、神殿和要塞。1、4关在风格上略有重复，受机能的限制，分身从4个缩水到了3个。另外比较遗憾的是 FC 版双人模式下，2架飞机只是颜色不同，外形贴图一样，这样就无法体现背景设定。因为 EP 的机体是宇宙巡航机里的维克毒蛇，它是作为救援的一方登场。2P 机体是被侵略星球的王子驾驶的英国勋爵。街机版的造型是基于 F16 的外形进行设计，不过总的来说，这依然是红白机上最经典的飞行射击游戏之一。个人评价4星半。红白机名作童话《新轨道后篇》，这张磁碟是不能单独游玩的。如果要启动后篇的游戏内容，需要先将第一张磁盘前篇打通关，然后在开机的情况下更换磁盘。可能这也是任天堂把2张磁盘分开发售的原因，先给一些时间让玩家把故事玩到一半，吊一吊大家的胃口，然后再卖后半部分，也有助于提高销量。后篇是9章故事内容当中的后5个章节。2个老人的灵魂被夺走后，情节大致是兄妹俩首先来到屏风岩的恶魔堡垒，虽然找到了夺走灵魂的铜铃，却没有找到灵魂。后来得知灵魂已经被送到了鬼岛，在前往鬼岛的途中，男孩潜入湖底寻找神庙的秘密，上岸后却和小女孩失散。前篇的内容在这里结束，后篇开始，男孩和女孩在旅途中重逢，2人一起前往鬼岛，从岛的外围开始突破重重阻碍，逐渐深入，同时慢慢地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。原来2个人都是天界的神之子，最终他们击败了邪鬼王，返回人间继续守护和平。除了2个主角，还有几个重要角色，包括了1只猴子、1只野鸡和1条狗，另外还有一个会说英语的金太郎。这部作品除了在前篇里讲到的叙事手法很受欢迎，解谜的设计也受到了好评。虽然难度较高，但强调解谜的逻辑性。不过因为面对的是日本国内的玩家，对于其他不太了解本土民间故事的人来说，玩起来更增添了难度。翻米通给这座打出了30分银殿堂的成绩，游戏评价4颗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喜欢，还请多多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